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现在呢，川普突然间在态度上180度的大转弯，而且呢，他开始悄悄的对其他的国家实施了关税上面的豁免。那在这一场关税战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实际的统计，美企已经惨亏了1.2兆美元。最高法院恐怕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案判的是违宪，白宫会不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呢？今天一起来解密。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是刚刚提到的川普，难道这一次是撑不住了吗？本来针对其他国家全面加税，现在悄悄的做了紧急的豁免，是不是美国自己的产品发现他们真的是生不出来了，供应链被卡死了，这一场关税战最后还是打到美国的自己身上吗？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确实美企的损失已经高达累积1.2兆美元了，民众怒火难消，还说呢，现在通膨啊比美国关门还要对他们来说是更痛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川普的民调是崩盘的，美国的失业率不断的攀升，川普的关税战到底有没有保住美国，还是只是在掏空美国呢？第三个问题，确实现在最高的法院已经开审，11月份来开审川普是否在关税战有违宪。川普说了，他说要亲上火线，自己亲赴这个法院去听他们的判决。如果他真的去，那就是史上第一位美国的总统亲自到法院哦。专业机构也评估了，这个川普败诉的机会高达了80%。如果最后川普被判违宪的话，整场关税战恐怕就是全面的崩盘了。白宫要面临危机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态度啊，川普180度的大转弯了。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对原先达成关税的国家部分的产业，它开始给予了关税上面的豁免，悄悄的实行，达到了数十项哦，包括在过去几周下令豁免的产品达到数十项产品，还有数百项的商品，接下来恐怕都会免除在关税的清单当中。几个比较关键的商品包括了这些含镍、黄金等的金属，到农产品，甚至是飞机零件、学名药等等，是美国自己产不出来、制造不出来了吗？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关税战，可不可以解读是川普真的撑不住了？从全面加税到紧急豁免，难道是美国自己生不出来？关税战打到美国自己了吗？委员怎么看？从川普第一次在打关税战的时候，我在你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川普这个关税战啊，叫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你看我一语成谶了，因为他的关税战完全违背了所有经济学的原理。那人家拿诺贝尔奖是拿假的，是不是啊？人家告诉你说，关税战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财政目的，它没有办法达成经济目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伟大的川普先生啊，他就觉得要效法南北战争之前那一套的战法，就是说我把关税战拉得高高的，那海外的企业就会回流。他忘了一件事情，现在的产业比以前产业更复杂，每一个企业都建立在一个很复杂的上下游供应链的中间，没有人能够例外，包括台积电都没有办法例外。这是一家公司，那如果是一个产业，那当然更复杂。对，而且一个产业里面不是每一家公司的上下游供应链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川普可能以为他在盖房子、买房子那么简单。现代的制造业跟甚至于服务业，它的复杂度都是用一种生态性的概念来看问题。那如果你美国现在的使得企业回流的、制造业回流的这种生态链，在短期间，不要讲短期间，就是川普任内，你根本不可能回流，而且回流产生不了经济上的效果。结果你很开心，关税课了很多，就等于是课到自己人的钱。那你课到自己的钱，就变成财政政策是收缩的，你变成财政收缩，很多人就拿不到订单。那延伸出去的时候，被课关税的人的企业，它的惨况更严重啊！而且美国的现在的企业的产业啊，如果没有 AI 的话，它的经济成长率等于0。
你再克下去的话，那当然等于负。所以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AI 产业啊，不是每一个人都科技产业啊。那如果你不在 AI 产业、科技产业，那个占整个美国的就业人口不到1/10啊，你等于把9%的人曝晒在高度失业的风险当中。是，那这个要投资人，你敢投资吗？啊，除非你去投资 AI， 啊，你又没那么多钱。AI 是很大资本的一个投资而且好坏难料啊。那第二个，你其他产业没有人敢投资，你说沃尔玛敢投资了吗？不敢了。Amazon 敢投资吗？也不敢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缩手，消费萎缩。为什么？联邦政府都关门了，我如果做联邦政府的生意的，我敢去扩大我的消费吗？都不敢。所以消费萎缩，然后这个投资萎缩。然后物价上涨，因为课了关税以后，现在还靠美国在1月份到3月份的存货，或者5月份的存货在撑场面。那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再跟中国大陆11月份开始打关税战，那还得了啊？对。所以川普也意识到这个意思，你要把企业回流，你要去鼓励外商，像中国大家鼓励奖励啊、投资啊，但不是他觉得我关税可以用像百灵药一样。就现在呢，学名药也没有了，飞机零组件、汽车零组件呢也没有，农产品呢都出了问题了。那川普先生，你的支持度怎么会高呢？不可能的嘛。还有企业很多的赔钱，我觉得1.2兆应该还是低估了啦。所以川普的关税不是保美国更伟大，也不是掏空美国，因为他掏空的钱放在联邦政府里面了，应该是关税怎么样搞垮美国。好，这场关税战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倒闭，有财政收缩，民众的消费也在暴减当中，而且投资上面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具体的数字，我们来看到有支撑这一些论点包括刚刚委员帮我们看到，今年损失恐怕这个金额恐怕是超过1.2兆美元的。其中呢，最新统计是来自于标普，他说2/3最终都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做买单，而且呢，他们还持续的分析说，今年还不会是最惨的，一直到明年2026年将会是美国企业承受关税附加成本最高峰的一年了。那最新的民调确实已经重击了川普，55%的民众他们完全不赞同川普的关税政策，他的民调已经创下2任来现在目前为止是最低的一次记录了。关键是46%的人仍然认为说美国接下来经济只会更糟而已，甚至超过1/4的美国人担心自己会在1年内就完全的失业。现在不管是来自于企业、来自民众的压力，这一些最新的民调能不能逼得川普低头呢？尤其接下来就是美国的期中选举，请问吕院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就以现在的时间点，那个美国自己的企业它就已经损失了1.2兆，其实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的也就是他，原来他认为这个关税其实都是进口方负责，但是其实真正负责的是这一些美国国内的厂商，那也就慢慢的这些厂商都会透过价格的调整，让费用由消费者来承担那如果我们看CNBC 的最新的民调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个民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关于川普总统的这一个支持度的话，他从赞成他的44%，反对他的52%。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经济支持率来讲的话，赞成他的42%，反对他的55%。所以也就是了解经济真正作用的不是房地产，因为川普一直对于经济的想象就是他经营这么多年的房地产。那大家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是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对于他，川普上来执政，那他对各项的部分呢，除了对于南方的这有关于这个移民的部分，那是正面的，但是这个正面的相对于今年的8月以及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降低的。那如果说我们对比看，尤其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也就是通货膨胀以及生活开支的问题。如果对应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大家非常清楚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还不讲说有关于未来的法律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预期心理，
这一个有关于股票或者是有关于这个经济前景，如果出现了这一个预期心理的话，只会更坏。是好，确实哦，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判决。其实这个判决关税战是否有违宪这件事情，违法这件事情，其实呢是在11月5号就会正式的来做开审了。那现在呢，最高法院现在恐怕是有可能判川普是违宪的，这是来自于摩根大通的最新报道。他认为这个报告是达到80%，川普恐怕会败诉。那川普也说了，他会亲自的到法院去来听审哦。那如果他真的去了，就是美国史上的第一位现任总统去的。他强调这是基于捍卫美国就业和嚇阻海外战事的一个理由。而且川普还说，如果他人拿来对付我们的工具不准使用的话，我们将会毫无招架之力，那将是未来美国的灾难。川普能够亲上火线来去逆转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吗？如果真的败诉了，接下来这个川普政府能够承担所要承担的后果吗？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川普在4月初就开始对全世界185个国家进行全球对等关税，然后呢，他跟几个主要的盟邦国家日本、韩国、欧盟都谈定了这个关税，最低15%，在这个之前只有2.5%，但不止如此，他还要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同时对美国大幅的投资，韩国3500，日本5500，欧盟6000。那现在问题是台湾是多少？完全不知道，只不过是我们了解20%的关税，而且还要叠加。那所以呢，在加拿大、墨西哥更是受创。那对中国大陆，那真的是才是真正的核心。可是过程当中啊，只有中国大陆敢跟美国去就是对等的反制。那大概从一开始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些民主党跟一些法界的人士就开始在诉求。就是用法律来处理它，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只有用司法的力量才能够阻止川普把这个对等关税搞到就是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崩坏。那前面2次也取得了成效。首先是在纽约的叫国际贸易法院他就判决川普这个败诉。为什么呢？2个因素。第一个，其实最主要就是宪法里面美国的宪法第1条的第8项讲得很清楚。关税是属于国会的专有权利，他列举了国会的很多项的这个权利，甚至宣战关税这个 tariff 这个英文字，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宪法里面。那再加上他认为，其实总统有别的工具可以使用，而不是用这种全面性的，也就是总统行政权所提高的关税是有别的，像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1974年的另外一个法律，但是呢，针对单一项目，比如说别的国家跟你在贸易上不公平的时候，你可能制裁回敬的这些作为，而且时效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因此他们认为违宪。那到了上诉法院，上诉法院维持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个判决，认为宪法规定专属于国会。现在进入到最高法院了，11月5号要开审。川普说我亲自要上去，那为什么他亲自上去呢？因为他知道依法而论其实对他不利。可是这个9位大法官里面他自己提了几名，总共加起来共和党有6名。那如果他人就在那边的话呢，你这个大法官看了我，你怎么判决？这当然不是马上判决，他们会这个在他们的 chamber 里面会去做讨论那同时，他也要提醒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牵扯到美国行政部门对外国事务的关系，因为它已经牵扯很广泛。如果你一下判他这个违宪的话，他接下来美国就受了经济的影响或冲击会不会更大？因为他就提醒到这个东西。那不过我再加一点在这个问题里面，6-3，虽然6位是共和党的提名的大法官比较倾向态度保守，但你要知道，态度保守的法官通常是支持自由贸易。那所以就他个人而言，他可能支持自由贸易；就法而言，他觉得这应该是违宪。可是就行政权而言，就川普在场而言，这个难讲。所以我觉得可能有3种情况：第一个判违宪，第二个不违宪，第3个呢就觉得这个是国会的专有权利，你要取得国会的法案的授权，可能要给他一定的时效来处理。好，谢谢是。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
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